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 SolidWorks 数学式入门篇。今天所介绍的呢，它的数学式是属于参数式绘图。那一般参数式绘图呢，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非常困难，可能不知道要怎么去入门的一个画法。那这里呢，想要跟大家突破一个迷思。其实参数式绘图呢是运用数学式，那其实呢它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那今天就是带大家来介绍说，我们要怎么去入门使用它呢？因为呢，我们如果学会了这种参数式的画法，可以节省掉很多时间。好像是螺丝、螺帽或是齿轮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把它制作出来。那怎么做？等一下后面会再来做详细的说明。那这里呢，我们所运用到的呢，是非常广泛的。那你如果对于运用的有兴趣的呢，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那边都有详细的一些单元可以去做参考。好，那这里我们要怎么做？我们继续看下去咯。在学习之前呢，我们要先学会怎么把数学式的这个表格呢，给它显示出来。好，那这边呢，我们要怎么进来呢？一开始我们从最上面的工具打开之后呢，里面会有一个数学关系式，你把它点开来之后呢，就可以进入的这个我们要设定数学式的这个表格出来。这个画面。那这里呢是零件的一个环境，我们在组合键也可以开启这个数学式。那这边组合键的话，给各位去尝试。今天是以零件为主。那就是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开启它。那等一下后面的一些教学呢，我都会使用快捷键来去显示它。为了节省各位的方便。那这边呢就是从这里工具，然后数学式，就可以把它开启。那后面我会省略这个步骤，直接用快捷键把它显示出来。这边呢，先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咯。那这里呢，先介绍一个简单的整体变数。那我们一开始要最先学习的呢，就是我们要去输入数学式来连接数值。那就刚刚前面讲的一样，我们从工具列的这里呢，可以开启数学式这个画面。那一开始我们要设定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呢是整体变数，我们呢就给它一个数值。那这边呢，我给它的代号是 ABC。那各位呢，可以依照这样的方式呢来做参考。然后这里呢 A 我让它等于10。那输入完之后按下 Enter， 这边就会连接的数值就等于说，我们等一下如果输入一个 A 呢，它就会等于10。这边是10 mini。那这里呢，我们继续输入其他的，假设是给它一个 B， 这里我假设等于20。那一样，我们继续往下。再来，我给它一个 C，C 假设是30。我以这样的方式呢，先设定给各位看一下。那这里让大家去练习，你可以也是自己输入 DA，那这样也是可以的，就看各位要怎么去给它这个整体变数。假设是40，像这种方式，把它标注出来。那这边呢，让大家去练习一下。我们一开始呢，先输入一个代号，再给它一个数值。先用这种方式来练习咯，先给各位去尝试。那我们整体变数都设定完 A、B、C 之后呢，我们就来练习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呢？把这个零件变成参数式的绘图。那首先呢，我们先画草图。那这边呢，我先以矩形呢来做示范。那这里呢，我先画出一个矩形出来。那这里呢，是从前基础面去把它画出来。那这边画完之后呢，我们要去标注尺寸。那这边呢，宽度呢，假设我给它标注等于 A。我们输入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显示我们刚刚所设定的数学式的整体变数。等于 A 之后呢，我们就点选这里，我们就看到这里已经被双引号选举起来，我们直接按打勾。神生肖怎么没有绿字？做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所标注的尺寸呢，已经显示了这个红色的标示呢，表示它已经连接了数学式了。所以这边呢已经完成了。再来，我们在这个高度的地方给它等于 B， 一样输入之后，我们会看到我们刚刚所设定的整体变数。点选之后变成双引号，按打勾。好，做到这里之后呢，我给它一个伸长填料的动作。那这里呢，给它两侧对称。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给它等于 C。一样可以选择这个我们所设定好的等于 C 之后直接按打勾。那基本上呢，我们已经完成了数学式的连结。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呢全部都是连结的数学式。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如果未来要修改尺寸的时候呢，我们回到数学室去更改这里的数值就可以了。假设这里我把它更改成15乘15，让它是一个正方形的。然后它的深度呢，让它小一点，20。设定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呢是因为我们刚在绘制草图的时候呢，有去连接数学室，所以它会自动去连接出来，会显示在这里数学关系式这边。那这边呢，我们按下确定，我们就看到它已经自动的去变更了。我再来变更一次给各位看一下。假设我把这里变成50，这样会比较明显一点。然后深度变成薄一点，然后直接按确定。我们看到它就会变成这个会连接的参数的一个参数式的绘图。那这里算是简易式的，给大家去做练习咯。接下来呢，来介绍的是数学式的设定。那这里我们一样进入数学关系式，进来之后呢，我们在整体变数这里呢，我们可以给它输入一个假设是 D。那这里呢，我们除了设定数值以外呢，我们还可以设定整体变数。这是什么意思？假设这个 D 呢，我要是 A 加 B 可不可以？是可以的哦。那这边我们在打的时候，记得要把双引号打上去。那这边我假设是 A 加 B。设定完之后，我们直接按打勾，我们就看到这里的数值它会把它运算出来，而且是自动运算出来的。假设这里我再输入一个1。那如果是说1呢，我要让它等于 C 除以2，可不可以？这样的做法还是可以的。所以呢，这边我们只要输入了一些数学式的运算，像是三角函数，也可以这样把它做出来的。那这里呢，让大家去练习一下这样的设定。那假设呢，我是设定 D 等于 A 加 B， 然后1呢等于 C 除以2。那等一下后面我们再来做示范哦。那这里呢，来示范一下数学式的一个示范。那这边呢，所设定的就是刚刚给它的D 等于 A 加 B， 那1等于 C 除以2。那这里呢，我让这个 D 呢等于这个深长填料的深度。那一样这边呢是 A 跟 B， 我没有做修改。那我直接做深长填料，一样做两侧对称。那这里呢，我让它等于 D。那这里我们可以连接的数值按打勾。这里就等于一个 D。那在这个地方呢，我在这个上面画一个圆，这个圆呢，我让它等于1，等于1一样，我们可以去选取它。那这边呢，它都已经自动帮我们运算出来了。那就直接按确定。这里呢，我让它做伸长的动作。那伸长的距离呢，我可不可以这边来做设定呢？也是可以的哦。我让它等于 A。记得打上双引号 A 加5，可不可以这样子？是可以的哦。我们直接按打勾。那这里大致上我们就简单的设定完之后呢，我们来进入数学室看一下，我们刚刚连接的数值呢，它会输入进来，以及说我们刚刚在第二个伸长填料，我们输入双引号的 A 加5，它也会自动的连接过来这个数值。那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假设我们去跟动它，那这边底下全部的数学式都会跟着去执行运算。是相当方便的。我们修改完之后按确定，那这里呢，这个档案的特征就会被连接的去做跟动的状态。我们来看一下。那这里呢就是相当方便的。那这里呢，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咯。最后呢，来总结一下关于数学式的入门篇呢，这边呢是相当轻松的。那差别在于说，你可能一开始呢还没有使用过这个数学式的时候呢，你可能不知道要怎么去设定。那这边呢，我们来稍微的复习一下。一开始我们在还没有画出草图的时候，我们的零件呢是空白的。一开始进来呢，我们要先设定整体变数，就是最上层这里我们要输入的代号。那它的代号呢，数值是什么，以及说它的代号可能有相对的关系。像这里 D 可能等于 A 加 B。那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的 A 跟 B 呢一定要有输入进去。假设你这里没有输入 A 跟 B， 你直接输入 D 等于 AB 的话，这边会错误的，因为没有数值，它没有办法去运算出来。那1也是同理，没有 C 的话，我们也没办法去除以2，也是运算不出来的。那一开始我们就是最先要去设定这个。设定完之后呢，我们会去选择基准面去画草图。画草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它等于一个代号，或者是我们在做特征的时候。做特征的时候，也可以给它尺寸，也可以给它等于一个代号，或是等于
代号，然后再用数学式去运算，这样的方式都可以。那这里呢，这边底下的数学关系式呢，我们在设定的时候呢，这边会自动产生，所以这里呢，我们不用去跟动它。当然我们进来要去跟动这里的数值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我们在一开始呢是做整体变数，然后在草图或是特征尺寸的时候去做跟动的时候，它就会自动连接的这个数学关系式。所以未来我们如果要更改这个档案呢，我们只要透过更改数学关系式的最上面这里的整体变数，其他的尺寸它全部都会跟着跟动，所以是相当方便的。那这边是基本的那个数学式的运用所以看起来它的几何形状会比较简单一点。那如果需要延伸运用，你如果有兴趣的呢，你可以去参考参数的螺纹篇、参数的螺帽篇，或是渐开线的正齿轮、螺旋齿轮这类的都是运用数学式去衍生过去的。那当然这边在设定的地方呢会更复杂、更困难一点，那就留给有兴趣的人去尝试。那这里呢，如果你还不是很清楚的呢，我会建议你呢还是先使用一些基本的几何形状，先去给它一些数值去参考看看。那甚至有一些好像压缩弹簧也是可以用参数式的方式，用数学式呢去连接它，把它做出来的。那其实这边数学式的运用是非常广泛的，就看你怎么去把它活用它的。那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为止了，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